哦，一龙抓住机会，抓住了，要连击了，是不是要击倒？长岛要倒了吗？好，前场沸腾了，连续10几记重拳，这时候一龙应该打准，别急，这个时候，好，他都能站起来，然后重新完成比赛。武僧一龙擂台竟惨遭日本选手一拳放倒在地，甚至在读秒之前，一龙还占据着比赛的优势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本来把掌握着优势的一龙惨遭击倒读秒，差点被 KO？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龙职业生涯中最刺激的一场比赛，因为场上的节奏变化实在太快。一龙刚刚还拿着绝对的优势，但是下一秒却被日本伪娘狠狠一拳击倒在地。这是一场由武僧一龙对战日本伪娘长岛雄一郎的2番战，也可以说是复仇之战。在1番战的时候，一龙输给了这个日本选手，导致日本选手在咱们国内的名气大增，从而也收获了一波粉丝。这个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有一个爱好，出场的时候喜欢穿一些稀奇古怪的服装，每次出场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，但是上了擂台之后就变得十分凶猛，而且他还是金腰带的获得者，实力也是十分强悍的。之所以一龙要和他打2番战，是因为在1番战的时候，一龙大意输掉了比赛，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番热议。这次鼓起勇气也是要和日本伪娘再来一次较量。这场比赛也决定一龙在国内能否挣具面子的关键一战，让我们看一下一龙能否复仇成功吧。达到了现场观众眼前一亮的这种行为。比赛开始，开局双方选手都非常的紧张，尤其是一龙一开局并没有着急去进攻，而是先把自己的防守给做好。如果这场比赛一龙再次输掉的话，那将真的有些难以启齿的一个异类。没错，这长岛雄一郎并不是只有徒有其表，他是 K1 的日本冠军，曾经在 MMA 和站立的双重规则下相当有特点的一位选手。对，这个长岛雄一郎被称为橡皮人，这位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和抗击能也是不错。我看一龙这个重拳正腿能不能突破对方的这个装甲？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，是试探的啊，双方这个试探。刚才有一个照面。一龙现在的打法开始激进起来，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，但是可以看到日本伪娘也是非常配合。其实这都是他的战术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一龙给吸引过来。经常看比赛的都知道，这个日本选手打内围近身搏斗非常的强悍，他能够让你近身肯定有一定的原因，更何况对手还拿到过金腰带，实力自然不容小觑。对，不属于擂台型的，对，不要套路出牌。对，但是他保留了他传统习练武术中一些技巧和作战方式，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。可以说，这位选手可以是一个传武和现代武术的一个契合点。也有人说这一龙这技术是中西合璧的一个怪胎，但我其实想说的，这就是一龙的风格，独一无二，他特有的一个一龙风格。双方在这个对拼的技术上，您觉得特点？双方这个一龙的这个是重拳收口的这个一龙抓住机会了，要连击了。是不是要击倒长岛呀？不得不说，一龙还是有点功底在身上的，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进攻，直接把日本伪娘给揍得差点栽倒在地。台下的观众也是看得非常兴奋，纷纷鼓掌叫好。但是日本选手也是比较抗揍，所以也没有表现出不行的样子，裁判这才没有办法喊出读秒。比赛继续之后，一龙这时候不知道发什么呆了，竟然愣在原地呆了2秒，被日本选手找到机会，使出一记重拳狠狠地击倒在地。估计一龙也是被这一拳给打得清醒了起来，因为对手实力很强，并不能因为前期对他进行了一小波压制就变得大意。及时的这个铃声响起啊，互相倒地啊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日本选手跃跃欲试，但是一龙却拔腿就跑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看来一龙已经紧张的满头大汗了，就算比赛开始了，也不忘了让教练给他擦一擦额头上的汗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一龙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一丁点的失误就有可能导致输掉这场比赛，再加上对手是战力级别的扛把子，近身非常厉害，所以说一龙心里可能也是有些发怵。现在现役的这个 YMC 的冠军竞争，而且是在 MMA 和站立的双重规则下，又一个正击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也是能看出来，
翼龙一波猛攻，直接把日本选手的楣弓给打破了。可以说这一波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，观众这场的票也是没有白买，还是非常值得。对日本选手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，比赛继续，两个人直接发起了猛烈的对拼，可以说谁也不让着谁。翼龙仿佛是想趁此机会直接把日本选手给 KO。反观日本选手恢复的倒是挺快，面对翼龙的强势进攻也是能做到有效招架。现在双方因为这个伤势的处理呢，也恢复了很多的体力啊，可以说又重新开始。没错，张导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格斗选手。没错，我们先不谈他的变装或者御宅族的这种特色，但是这位选手在擂台上充分展示自己这种就是精神啊，对，值得我们尊敬啊，的确是值得钦佩。而我们的翼龙呢，也现在也是在稳扎稳打，希望能拿下这场比赛。吃了被削这一下迎击翼龙也挨得很重，双方都是在这场比赛我们看着都随时都提心吊胆的，双方没错都有可能随时倒地。这是一场最接近原始格斗的那种，对，双方都在用原始的那种意志力在进行扛的，在进行硬拼，已经将本能凌驾于技术之上。对，好漂亮，而且两人都有这种绝对的重拳，还有极强这种抗剑的能力。对啊，所以这种比赛啊，真是太翼龙的这现在练了一招啊，低扫腿，低扫腿啊。不得不说，翼龙这场比赛打得确实十分猛烈。虽说日本选手的楣弓已经被击破，但是仍然非常抗揍，坚持着来到了第二回合结束。相对比之下，翼龙的有效进攻还是比较多的。日本选手虽然出拳次数不多，但是每一拳都特别的重，看样翼龙之后要加油了。比赛来到最关键的时刻，决胜局第3回合开始了。翼龙开局也是打得非常猛烈，因为在前面回合翼龙被压了点数，被击倒读秒了一次，所以说他一定要把失去的给夺回来。我个人认为，从拳法的技术上来看呢，这个长岛的更好一些。但是整体来看，翼龙的气势上压制住对手。对，没错。特别是在开了对方楣弓以后呢，可能在自己的拳后变得更有优势。全程呢这个翼龙出拳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拼，越扎实啊，真是比以前他的比赛好看多了。而且最近几年他还是打了很多比较不错精彩的比赛。对，来到最后一回合，两人的体能上也是多少有些下降，追求的就是精益求精，谁能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命中，那么谁的胜算就会更大一些。翼龙的打法也是非常凶猛，全程保持拼命的换拳，对日本选手发起了猛烈进攻，根本也顾不上什么战术套路打法，只要打出的拳头够多，肯定会有几次命中。毕竟这场比赛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，赢了的话，翼龙就能把丢失的名誉全部夺回来，如果输了的话，那就真的是没脸在中国拳坛混下去了。前把连击战，两个人的体能也都到了极限了。这场比赛我们已经过中段了，现在双方最后1分多钟的坚持就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这时刻双方就是在靠那种意志力在扛啊。可以说，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，双方都演绎出了非常精彩的翼龙的进攻真是凶猛，也是拼的挺狠的。能看得出啊，翼龙太重视这场比赛了，拼尽全力，扫出支撑者啊！这个长岛被扫倒在地，还有最后10秒钟，又是几记近身那种重击，长岛明显在这个打击频率上，在第3回合要下降啊，低于很多了。最后比赛铃声响起，这场大战终于也是结束了。这一刻，输赢都不那么重要了。因为翼龙全程打完了这场比赛，并没有中途被 KO， 那么最后裁判会给出怎样的结果呢？
最后裁判也是判给了双方平局的比赛结果。虽然二人比赛战平，但是一龙也是打出了自己的实力与强悍。那么对于这场比赛，你认为谁赢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，让我们为武僧一龙加油鼓励，感谢支持。